我们很罕见在脊椎的部分就刮到很像焦黑纱。脊椎通常不太会有焦黑纱，对。那通常到焦黑纱的时候，它已经是一种累到一种极致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现在的部位啊，因为你的纱很难出来，就算你对人很坦诚，可是其实你没有到很有安全感哎。而且演得很坦诚。他看起来好像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，可是他其实我承担蛮多事的。对，其实他可以算是我刮到目前为止最不麻烦别人的人。身体的伤，痧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。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我今天呢邀请到来宾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很久了。然后他本身呢是一个连续创业者，他本身是一个风流倜傥、翩翩少年的一个浪人。浪子浪子，我本来说可能也喜欢冲浪，我觉得你有可能也喜欢冲浪。我是喜欢冲浪。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大安区海王 John。嗨，慧君好，慧君好。你好。其实我有买 John 的课程，他本身的连续创业呢，有跨足，一开始是美极品，对，就是自拍棒电商。再来呢，可能是餐厅，比较被大家知道的，对，年收已经。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是破2亿起跳的。哎呦，我这么敢说是不是？现在不是 page 上面写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去看一下。对。然后像是发肉，然后 Follow Me， 然后还有如胶，对，都是他旗下的品牌。但是我后来在研究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其实好像很热爱生活，但我觉得他的生活本身就充满全部都是工作。这样其实很帅，谢谢。然后身材我知道有在练。对，但最近连续喝了快2礼拜的酒，等下是要脱吗？对，要脱。要脱光那种吗？不用光啦。会露点的那种啊？对，会露点。真的假的？坐着会有小腹没关系，我帮你用枕头。好，谢谢。我站着会有腹肌，坐着会有小腹。现在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仰卧起坐先做。他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，然后实际上他是处女座的，然后我其实也是，可是我们俩很不一样的是。他一直在转换他的创业题目，然后有些会继续做，然后有些就是见好就收。对，这个我觉得等一下也可以聊一下，就是失败跟成功的经验。但另外一个，我对于感情就是我蛮就是自愿走入爱情的坟墓，我就是要结婚跟生小孩派的。但是 John 就是不婚不生，快乐一生。对，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海王的 slogan 叫做别害我没结果，不拒绝、不负责、不主动，因为我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名号的人设嘛。所以比较不会翻车啦。对，就是他做品牌本身做的淋漓尽致，然后做人设、个人品牌也是做的淋漓尽致。对，因为你知道现在其实老板出来挂在品牌嘛，就挂得很深。那老板如果翻车，品牌蛮危险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人设，其实真的比较不会翻车。就是你完全不在车上，就不会有翻车。我们潜水艇啊，对，我们在大海，对，我们在水里啊，在大海里面，对啊，怎么翻？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像你这么的高频率的动脑，那你会有耗尽的一天吗？耗尽的一天吗？是不会啊，因为其实随时随地都会有灵感啊，然后有灵感就做啊。这样真的体力很好哎。我觉得我体力算是不错，因为我几乎没什么在休息。如果是在台湾的时间，基本上从早到晚到半夜都在工作。那像这种高度需求的人呢，我们就要不免俗的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身体的部分是需要我今天帮你刮痧去放松一下？因为刚好滑雪4个月回来嘛，我那种是很高强度的滑，因为我们是每天滑，不是在教课就是在滑，然后在晚上还有别的事要做，所以其实蛮辛苦的。对，然后早上又很早起来，那之前在滑雪的空档会回台湾处理事情，都会去整理。那这次刚好回来之后都还没有整理。那不知道他们刮痧真的有不错的效果？没有问题。我来刮刮看有多少人的印记，没有啦，就是看看你的人生的痕迹是什么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刮喽。开刮。我们的海王 John 已经准备好了。帮我把脸马赛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你的背的状况。我必须要说，以他的背的长度，我觉得是比一般的男性还要来的长一些。对，只有背而已。我不知道，其他我不想知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两侧手臂的这个地方，外侧这边都比较偏暗一点。那个暗不是黑哦，我们看的暗是指它的血液循环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到我们差不多腰椎的位置往下，一直到我们的肩椎，其实它整体来讲也是偏暗。那腰的往下，尤其是这2个地方，它就是肾嘛。
那以中医的讲法的话，肾对性生活来讲，它是重要的。对。那再往下的这一块，这个是肩椎。肩椎这边的神经呢，在我们刮痧系统里面，它是属于泌尿生殖系统，就是只剩下这一块它是白的，旁边这里真的是偏黑。大家要珍惜我。还好我每天都当最后一天。不会，对，没有在后悔。不会，我今天帮你就是刮。我可以多几天，是不是？对，补个枪弹之类的。好，那我就先帮你涂油喽。你现在会很紧张吗？一点。不要紧张，跟我平常去的按摩不太一样。不是我说。就你之前有刮痧过吗？没有。哦，好，所以这是第一次。好，我好荣幸哦，还行吗？可以。帮我拿酒来。我想说你现在整个很紧张，他认真紧张。你是从多久以前，多小的时候你就开始谈恋爱啊？交女朋友吗？对，交女朋友。国二啊。哦，国二开始交女朋友。国二。以北部的学校来讲，好像也差不多啦。多啦，国二纯纯的爱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自己不太想要在一个稳定关系里面嘛。那时候不会，那时候还就是享受纯纯的爱的感觉。交过5个女朋友，然后每个都3年。哦，后来就是走一个陪伴关系。也没有陪伴，就是走一天2天的晚上，对，陪伴一个晚上的关系，每次都1天2天，1天2天。那你是1年4季365天都1天2天吗？对啊。那你认为在认识女生或者是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，女生通常会在意什么点？如果要举出3个的话，你觉得哪3个是很重要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分见面前跟见面后。见面前是指什么？你说交友软体？不管是你的形象也好，就是他首先要先让他决定要不要跟你见面啊。对啊，总不可能说我在路上就见到一个人嘛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见面前可能有几件事要把自己弄得有趣一点。对啊，让见面前就要有趣。哇，你真的很做品牌。对，你见面前让自己有趣一点，然后可能让对方有点兴趣这样子，然后你要多培养一点自己的兴趣啊，然后跟嗜好啊，基本上你兴趣多了，那就会跟对方比较有共同话题，那就比较有机会出来。这样其实是一个属于比较难出痧的身体状况。对，那你的比较难出痧，我这边感受到刮盘给我的那个阻力感啊，是你里面其实是有伤害的，就是有一些肌肉骨的伤害，因为毕竟你也有在做重训嘛，然后像那个滑雪啊、冲浪那个都是高身体消耗的运动。那我在刮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里面应该是有受伤啊，但是为什么会没有痧跑出来呢？我觉得一来是你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，就是比较高压，虽然一直在游戏人生，可是其实身体真的是蛮累的。没有痧出来会是什么样的？我们通常警讯吗？会是哦，因为我们会说最严重的痧不是很黑，而是刮不出来。所以我现在是完全没有痧吗？一点点，但有慢慢出来。然后我先说，我觉得就是你刮完可能会很累，有点一累的那种累，但你最好还是调平一下，路会走得比较长久啦。谢谢。所以在见面之前，其实男生就要让自己是一个有吸引力，大家现在都想找有趣的灵魂。那见了面之后呢？你通常觉得女生会在意什么？见了面之后，其实女生在意的，像我昨天有在我们店里办联谊，在最好。这是一个公开的吗？这是公开的，就是我们就是每个月我在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办一场，然后是5男5女可以报名。刚刚讲这一题，其实也是昨天有一个人问的一题，就是说，大家会在意就是见面的时候男女生做什么事？那女生其实在意的好几个女生都讲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希望男生要有礼貌。那个礼貌其实不是说只有对对方有礼貌，那个礼貌其实是对，因为很多人出去吃都第一次见面都是吃饭嘛，或者是喝酒，其实是对服务生有礼貌很重要。对，例如你点餐啊，然后或者是请服务生做事情啊，不管是那个请啊、谢谢啊，或者是你点完餐的态度啊，有人甚至丢菜单啊，或者是真的，他们昨天就有人讲说，甚至有人点完餐菜单是用丢的，真的或者是付钱也是用丢的，就是都没有在尊重服务生的人，好惊人哦。对，所以说其实女生是不喜欢，尽管你是对这个女生演的再好，就是说我多呵护你，多体贴你，多对你有礼貌，但是你对身边的人就是。尤其是服务生，一览无遗。对你没有礼貌的话，那其实就是超级扣分。我觉得对于父母亲讲话，我也很看得出来。对，就有的时候父母亲打了，喂，干嘛啦？真的有时候蛮凶的。我想说，这是跟谁讲话这么凶？对，超凶，就是买个卡啦那这样。对，我真的有吓到。对，然后我先跟你说，
John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很罕见在脊椎的部分就刮到很像焦黑纱。脊椎通常不太会有焦黑纱，对。那通常到焦黑纱的时候，它已经是一种累到一种极致了。真的，你现在的部位啊，因为你的纱很难出来，就算你对人很坦诚，可是其实你没有到很有安全感我就演得很坦诚。因为纱是一个人的伤害嘛，那通常我们的纱要能够浮出来，它必须要对外在的环境，然后跟自己，然后跟对方的关系，就是我就算暴露了我的短处跟我的伤害，我也相信对方会接纳我。我觉得这一块在身体的资讯，我讲身体资讯呢，比较没有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我觉得有一点受伤。我觉得讲蛮好，因为其实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不太会把自己的一些弱势啊，或者是负能量啊展现出来这样子。为什么你觉得不要讲比较好？就没有必要就是让别人去承受你的一些，就很怕造成任何人的困扰。对，然后我也不想要别人去分担我的这些事情，会觉得是自己的事情，对，就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的事情就自己解决就好了，对啊。了解，就是他看起来好像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，可是他其实我承担蛮多事的。对，其实他可以算是我刮到目前为止最不麻烦别人的人。对，我从来不会麻烦，连我爸妈我都没有麻烦，他们到现在可能都还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可是你们是不是感情很好？他们感情很好啊，因为会带他们出去玩啊。会啊，不太会吵架，基本上这辈子没吵过架。你是不是会变成说是追求不吵架是你的目标？就追求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和平。有一点点，其实是一个蛮值得疼惜的身体。这次换慧君来疼惜。我现在先帮你涂一点柔纱油，让你的纱再出来一点。然后我们节目应该很少我刮很多 run， 可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身体需要去慢慢适应，其实我们也不用状态很好，它有慢慢出来会越来越好。对，然后我再帮你涂点舒压油这样子。好，第三个我觉得是大方。大方哦，突然来一个，我觉得大方怎么说？大方男生可能真的是要展现你的大方啦，那种大方是。不管是对你的异性朋友也好，还是对异性朋友的朋友也好，就是或者是你在生活上的态度也好，其实应该没有女生会喜欢就是斤斤计较的男生。对啊，是父母亲教你的？其实是就是这可以说吗？我就这辈子没有让女生出过任何一次钱。真的对啊，然后从小就是这样。那时候小时候虽然说还没有开始赚钱，但从打工开始当然就有赚钱。我爸常常就是我要出去，他就说你身上还没有钱拿，不要让女生出钱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爸爸给你的。因为我爸也是个很大方的人。对啊。可是不要让女生出钱这件事情听起来虽然是大方，但好像也是有一点父权比较多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所以说，我觉得这种话题就是在现在啊，就是很多人会讨论要 AA 还是要怎样。我就觉得不知道我就从小就是没有这样，就是都一律就是都是男生处理这样子。可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就是互相，就也不见得都是男生。当然啦，因为女生，我觉得像昨天我们在联谊的时候他们也有聊到这一题，那就有男生说，其实像女生有一点点表示，大家就会很开心，可能说我请你吃饭，然后女生说不然等下咖啡我买。对，然后或者是我请你吃饭，然后女生说不然等下电影我出，然后就会很开心，就是心里会觉得这女生不错。那我自己的话是觉得，可能我开车，然后看到女生突然把你的那个车上那个缴费单，她把它抽走，我帮你缴就好了，然后你就觉得我顺手，很顺手，这样我就觉得哇，这个40块80块就是获得你的好感，对啊，好感度很加分。那你会怕你自己晕船吗？我觉得我是很容易陷在爱情里面，一天2天的，对，但是也很容易醒来的，因为我知道说如果不醒来的话，那伤心会难过。所以其实你很害怕那种负面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我还蛮享受就是当下的恋爱，有痛有痛很好。会痛是好事，因为我刚刚其实应该要刮很多地方都有痛的地方，你完全都不痛，所以你现在越来越好。对，是好事。好的。对，你上一段是多久？5、6年前了吧？其实那也还好。对，但这5、6年应该就是我人生最快乐的5、6年。对，然后也是我创业的最旺的时候，就是不断的开餐厅啊，不断的开新品牌啊。其实你也都 handle 得很好，然后甚至你的一家店就是发肉，它就是主打好玩有趣的一种用餐体验。你通常都是怎么教你的弟弟妹妹们，就是要怎么跟客户应对进退？
基本上我们是会先把就是会吸引客户的 SOP 做好，对，那我们就是借着这些外在的一些 SOP 获得客人的好感之后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人与人的接触，然后怎么样就是进入客人的心房。不用到心室，我们到心房就。而且餐厅很妙的是，你会觉得说，不管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了，我人生经历什么了，然后只要这家店没倒，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。对啊，就像很多客人他可能交男女朋友了，对，那我们也不担心嘛，因为他分手了，还是会再回来。只要我们在，他来就找到我。对，然后他们也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所以其实你算是很喜请的，就是秀景。我是见到的话秀啦，那没见到我就忘记，不然太多情要秀了。你知道我们每天要承受多少？如果真的要洗的话，那真的洗不完呢。不管是同事也好，因为同事真的太多了，对，好几百人了。对，就是那个喜请，就是当下你是真的，我当下是很真心的这样子。对方就是当下全世界来互动，这样子。我也有跟我们家的 member 讲过，因为我们家做刮痧，很多人他可能是游客，他从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欧洲、美国。他偶尔就是来台湾玩，或者是回台湾这一次，然后就特地来安排刮痧。对，因为毕竟全世界那么多人，那就在这个时候被你刮到，被你遇到，我觉得那个都蛮珍惜。他这个就是会藏在心里的很深的地方啦。在创业的这么多主题当中，你通常都是怎么去选择你这些创业主题？这边有点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刚这边还黑的。我觉得你这个边刮边访谈啊。一般观众都没办法说假话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思考，对，想太多，你就只能就是直觉直接讲了。他在腰的这边啊有一颗，然后在腰椎就是骨盆对过来这边，我在刮的时候啊，这边我有觉得比较凹，然后到肩椎的时候凸起来，腰要保护啦，不要。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的花名在外，但透过刮痧而认识你，其实会让我觉得你是非常重感情跟重情谊的人。对，而且你是会为了别人好而牺牲自己。这都看得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